好，我是卓卓。纯电中大型 MPV 放在几年前很难将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今我们会发现市场变了，纯电 MPV 啊是越来越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角是绝对2022年纯电 MPV 中的一匹黑马车型——极氪009。就是它啦，极氪009呢，在不久前刚刚上市。那我相信啊，大部分人呢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对于一台兼顾家庭出行和商务需求的 MPV 来说呢，最关注的一定是它能够跑多远、跑多久。那么在不久前的发布会上啊，其实这台车公布的续航里程也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。那它一共推出了2款车型嘛，一个是 WE 版和 ME 版。那么 WE 版呢，它的电池容量是116千瓦时，在 CLTC 工况下的续航里程呢是702公里。ME 版本呢，续航里程就更夸张了，能够达到822公里。别忘了，这可是一台整备质量2.8吨重的大家伙呀！这么长的续航里程，真的靠谱吗？真的没有虚标吗？所以今天我准备实测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车型，它是电池容量116千瓦时的 WE 版的车型。这台车目前的电量显示是96%，然后表显的剩余续航里程是674公里。那这2天北京气温降得比较厉害啊，我们今天就是目前的温度是34摄氏度左右，气温比较冷，可能会对我们今天这个续航的测试有一定的影响。那我们先设置好路线。我们今天的这个路线呢，是从北京东南4环的极氪交付中心，目的地是处于正北的响水湖自然风景区。导航里面显示呢，这个单程是97公里。那这其中呢，城市路段大概占比32%左右，剩余的68%呢是高速路段啊，以及一些城市的快速路。我们在出发之前，先把小计里程清零，然后把车内的这个空调温度调节至22度 Auto。那车上的随行人员呢，是我、摄像老师，还有一位工作人员，3个人。那么我们最后呢，看一下表显的消耗里程以及我们今天实际跑的里程数，来算出一个比例，看看这台车的续航究竟有没有虚标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整装完毕，准备出发。我们知道啊，跑续航测试呢，还是非常的讲究方法跟技巧的。那跟个人的这种驾驶风格也是很有关系的。那我呢，本身就不是属于驾驶风格特别激进的那一类啊，自认为右脚还是比较稳的。那再加上开上极氪009这么大一台 MPV， 它又很安静、很舒适，所以更不想去激烈的驾驶它了。咱们今天呢，就舒舒服服的、踏踏实实的跑完这一趟续航测试。那我们对于 MPV 的驾驶感受呢，通常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，就是动力肉啊，像船一样忽悠啊，还觉得它车身可能不够灵活。但别看极氪009是这么大一台车，但是上述这些现象呢，在这台车上面真的没有那么明显。首先就是动力，这台车呢搭载的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有400千瓦。再加上它高达98.5%的效率，别看它是一台重达将近2.8吨的大家伙，但是它的100公里加速时间竟然不到5秒，这你敢信吗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过或者关注过极氪001那台车啊？那极氪001呢，当时它那个非常精准的转向以及很稳重的底盘呢，真的是备受好评啊。那像这种典型的极氪式操控呢，在这台极氪009上面也有体现。那我开着它呢，真的没有感受到那种 MPV 上面可能我们想象的那种很忽悠的感觉。那这一点呢，它的前后独立悬架以及这个空气悬挂都是功不可没的。在开着这台车过一些大的颠簸路面的时候呢，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悬挂能够很及时的、很稳的拉住它这种起伏的车身。那另外就是在速度稍微快一点进匝道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感受到那种特别夸张的侧倾感。总体来说呢，这台车的车身就是一直都比较稳健的感觉，我开着它就会觉得非常的踏实。那另外就是这台车的转向真的非常的灵活，而且它车头的指向性也是非常的精准的感觉。那这种感受呢，其实是在一些很多的传统 MPV 上面很难找到的。聊了这么多测续航这等苦差事儿，不能这全程都我一个人来开吧？老师，要不然咱俩换换手，让我也去后排享受享受。可以。
极氪009的后排坐起来真的超级舒服。首先，它的腿托尺寸特别大，再配合上这个航空座椅，咱们把这个在这儿，你看啊，把它这个座椅一调，真的是分分钟躺平的节奏啊！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极氪009的座椅呢，它是同级唯一的影音座椅，前排跟后排的头枕上都配有6个扬声器的雅马哈音响，跟全车的14个雅马哈的高保真音响是实现联动的。再加上它是纯电动车嘛，所以说它坐在车内真的感觉非常的安静，在车内看个电影啊，或者听音乐啊，都有一种那种3D 环绕的感觉，真的还挺享受的。它前方呢，这里还给我们配备一个屏幕，在这里面呢，你可以听音乐，然后追自己喜欢的综艺和剧。突然觉得今天的这个续航测试没有那么无聊了，是吧？这里呢，它还有一个小桌板儿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桌板儿拿出来，在这儿有个办公的需求啊，或者说你平时吃点东西啥的都是可以的。你们可能会发现啊，它的这个第2排呢，中间是没有过道的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它第2排的这个滑轨的长度是有1.1米的，就是我们平时呢打开侧滑门，从侧边进入到第3排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目的地了，响水湖风景区。那重头戏就要来了，我们答案也要揭晓了。这台车续航究竟表现怎么样呢？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一共是跑了，上面显示98.1公里。那看一下它表显掉了多少的续航，目前显示的是544公里。那我记得出发的时候是96%的电嘛，是674公里，也就是说相当于掉了130公里的续航。我们用这个98除以130，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打了一个75折。那这样换算下来呢，在它满电的情况下 ，CLTC 工况旅程是7.02嘛，然后再乘以个75折的话，它其实在满电的状态下依然能够跑到530公里的续航，所以说它这个成绩真的还是挺惊人的。那当然了，极氪009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电池容量大，在飞机空气动力学的风挡的加持下呢，它这台车的风阻系数仅为0.27。要知道啊，这个体型的车它一般来说呢，风阻系数都要在0.3往上，所以能做到这个成绩还是挺不容易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热泵以及后电机碳化硅技术也对这台车的里程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经过我们今天的实测呢，极氪009这台车，它在满电的情况下，即便是在现在初冬的华北地区，依然能够跑出53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，那相当于打了一个75折吧。那我觉得这样的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它也不亚于一辆燃油车1箱油能够跑出来的里程哈。那我觉得今天它的表现呢，也是消解了很多人对于一辆纯电 MPV 的里程焦虑。那我相信，无论是家庭远途去出行，还是商务接待，那极氪009的表现呢，都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台车的期待。我是周周，拜拜。